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，今天讲讲青城山的神秘事件。之前讲过青城山，说青城山深不可测，说它深不可测主要有几个原因。首先就是青城山有高人从古到今一直流传着青城山有活神仙的传说，而且这里的活神仙嘛比较有人情味，隔个几十年还会下山找人借个火讨点儿吃的，比较有趣，所以好多修行的人都喜欢去青城山转转，也希望能遇到一段机缘，比如遇到一个邋遢道人度化自己这种。其次，青城山被誉为中国4大道山之首，也是道教10大洞天之一，从黄帝到张道陵都在这里留下过许多修行的传说，所以青城山嘛地位比较特殊，也是因为它极其特殊的地位，所以在2018年这里举办了一场镇守古今的超级大法事罗天大教。我相信绝大部分朋友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估计好多人看过动漫以为那就是斗法什么的，那不对，罗天大教是极其严肃的特别重大的道教斋教科仪活动，只有国家召请才能做，用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，说白了就是给国家祈福的。这场罗天大教是在青城山举办的，时间是2018年10月9日至10月17日。这个日子大家可能不太明白，那我换成咱们中国的历法技术吧。这个日子是戊戌年的9月初1到初9，戊戌年9月9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我们还是讲讲当年做罗天大教时发生的神秘事件吧。这个事情是蒙先生说的，蒙先生老朋友都知道，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江湖人士。蒙先生最早是深圳宝安人，幼年跟着家人偷渡去了香港，在那边成了一个烂仔，就是小混混，后来去了澳门，成了鼎鼎大名的崩牙驹的左膀右臂。崩牙驹被抓后，他精神崩溃了，后来散尽家产，去了大陆这里寻找解脱。后来在峨眉山下遇到了一个高人，开始研究周易。周易博大精深，他具体研究的哪一块我也不太清楚，总之算命很厉害，好多村民求他问事，他就随手抓一把草往桌子上一撒，那事情的走向什么的就清清楚楚了。这种叫做施草算命，据说是源自上古时期的周易测算法，具体是什么原理怎么算，他倒是兴致勃勃教过我，不过我嫌他啰嗦没听。他平时隐居在峨眉山下，峨眉山和青城山距离很近，所以当年举办罗天大教时，他也兴致勃勃去看了，也发现了一些神迹，很难讲到底是什么，只能说神迹了。他说他开始是不愿意去的，虽然去了好多大名鼎鼎的道教团队，像湖北武当山、江西龙虎山、北京白云关、苏州玄妙关、陕西龙门洞、西安八仙宫、武汉长春关等，他也觉得没啥意思，觉得这种吵吵闹闹、吹吹打打，有神仙也给吓跑了。结果就在罗天大教开始的前2天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坐在山顶钓鱼，那山又高又陡，下面连一滴水都没有，老头子扯了一根破树枝在那钓鱼，他觉得好笑，就问老头子在做什么。老头子冷哼一声，自然是钓鱼喽。他就问西神6七，巡山高4、5里，纵有百尺沟，岂能到潭底？老人就说垂丝千尺，意在深潭，离钓3寸子何不到？蒙先生一愣，有些拿不准了。他之前那首诗是袁宏道讽刺严子陵的，觉得严子陵在富春江钓鱼就是沽名钓鱼，所谓渭水钓利，同江钓名嘛，和老头子坐在山顶钓鱼差不多。那个老头子的回复的一句话就大有来头了，这是唐代嘉山禅师被传子德成禅师开悟的一句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修行悟道就像钓鱼一样，你的钓竿钓线都准备好了，只要再往下放3寸就能钓到鱼了，但是这3寸你如何放下呢？蒙先生觉得这老头子也是在点化自己，赶紧俯身求教如何成道，那老头子却挥挥手让他赶紧走，莫脏了我的钓台。蒙先生赶紧再拜说，小子，我跳进江波，金鳞始玉，哪能放你走呢？老头子就哈哈大笑说，你倒是一个聪明的，哎，那你就过来找我吧。说完后蒙就醒了。蒙先生醒来后看看窗外清风朗月，一派宁静，梦里的一切依旧一一在目，只是怎么都记不清楚那个老头子的样子。他就想这应该是自己的一段机缘，不过要去哪里找他呢？想来想去，他就想到了青城山举办罗天大教的事情，心想该不会是什么隐修的老神仙来了吧，于是决定过去看看。他去的时候罗天大教还在筹备，他觉得人太多乱糟糟的，于是就自己去了山上溜达。那一天还是清晨，雾气迷蒙的，天上开始下着蒙蒙细雨。他在山上散步，走着走着就听见了一声锣响，哐哐哐，而且一边敲打一边还在骂。蒙先生就觉得很奇怪，大清早的，莫非有个戏班子在上面唱戏？
他走过去就看到了一个老头子，穿着一身脏兮兮的破袍子，敲着一面铜锣，边敲边骂仙人你个板板。他觉得很好笑，这糟老头子火气还真大。他就劝老头子别骂了，大清早的别气坏了身子。老头子还是骂骂咧咧的说这个龟儿子不听话吗？蒙先生就问他哪个龟儿子不听话吗？老头子就说还不是那个看灶台的。蒙先生就笑让他过来抽烟，说看看你一把年纪了还跟一个烧锅炉的过不去。老头子也笑，就丢了铜锣过来抽烟，说饶了个龟儿子，要是再下雨就换了你个哈皮。蒙先生就说换必须换，自己心里还念叨这个和下雨又有什么关系。老头子抽了一口烟，连声说还是这个烟好，又感慨说小娃娃们不小事，他们供的烟都没得什么劲头。老头子一口气抽了3根烟，才舒舒服服伸了个懒腰，说今天真不错，总算吸饱了一次。蒙先生心想梦里的那个老头子8成就是他了，不过这种高人都是脾气古里古怪的，一言不合就是连打带骂，究竟要怎么问到的？他就试探着问了一句掉进江波金鳞始鱼。老头子说什么狗屁姜蒜还是吃肉爽利？他拿不准了又问毕竟几人真得录，不知终日梦为鱼。老头子翻着白眼说鹿肉泰山鱼肉腥气，不好吃不好吃。他就拿不准了这老头子到底是不是高人。说话间老头子就大踏步往前走，边走边唱，唱得稀奇古怪的歌谣，听也听不懂。蒙先生听不懂也不敢问，就跟着老头子往前走。走着走着就走到尽头了，老头子还是闭着眼往前走，再往前就是悬崖峭壁了。蒙先生赶紧喊了一声前面没路了，老头子就停下脚说你这个小娃娃有点意思，底下那些小娃娃搞的事情嘛，你也过去看看，其他时候不要去，只要结幡的时候看一下就好了。说完他伸伸懒腰就走了。蒙先生点点头也想跟着走，却突然想不对啊，前面分明没路了。他赶紧上前仔细看看，发现前面根本没有什么路，全是万丈悬崖。那个老人又去了哪里？他若有所思，赶紧一路跑回去，想看看老人丢在地上的铜锣。哪有什么铜锣，分明是一个破烂不堪的乌龟壳子。他道心大乱，在山上茫然走着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最后到了一个残破的小道观。小道观里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坤道，见他走在路上发呆，就招呼他过去喝粥。他茫然走过去，喝了一碗粥。坤道就问他怎么大清早的就跑到山上了。他两眼发直，就问坤道这青城山里到底有没有神仙。老坤道就叹息说自己还真是见到过一次神仙。他说那还是几十年前，自己还年轻，因为一些事情跑到青城山出家。说是出家，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？都是先做义工，帮道观打扫卫生、生火做饭，后面慢慢做居士，多做一些工作，既是坚定道心，也是感悟众生，这些都过了才能正式出家，拜入山门做道士嘛。他当时年纪轻，家里条件也好，是因为一些感情放不下，才来到山里出家。山里清静，可是山越静心越乱。他在那边待了半年，反而越来越迷茫，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了。后来他师父就说他这样想是想不出答案的，还是要做事情，先忙起来，手上的事情多起来，心里的事情就少了。他就找了一个差事去道观后山的菜园子种菜。他当时种了好多菜，一个人忙里忙外，起早贪黑的很累，不过的确像师父说的，人手里忙起来，心里就不慌了，反而得到了宁静。就这样忙了大半年，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了。红彤彤的西红柿，绿油油的西瓜，嫩绿色的黄瓜。当时就来了一个脏兮兮的老头子，蹲在地头看着这些蔬菜流哈喇子。他开始还怕老头子偷菜，后来他就发现老头子就是蹲在那里看自己给他吃，他就吃一口气，能吃一大堆，不过你要是不给他，他就不吃，就坐在那里看。他心想这个老头子有点意思，他就问老头子你是从哪里来的呀？老头子就说他就是本地人，一直在这边的。他就说没见过你呀，你是山下村子里的吧？老头子就含含糊糊答应一声。他就问老头子多大年纪了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？老头子就叹气说多大年纪了嘛，他早就忘了，家里还有什么人他也不知道了。他心想这老头子倒是有意思，也没多想，就每天继续种菜。只是每年到了收获的时候，老头子都来。后来过了几年，他终于通过师门考验，要正式拜入山门了。师傅就问他山上7载种菜春秋，让他感悟最深的是哪个？他老老实实的回答种菜倒是没有什么感悟，就是觉得那个吃菜的老头子还蛮有意思的。师傅大概问了问，猛然脸色大变，赶紧让他带自己去菜地。到了菜地，师傅问他那个老人平时坐在哪里，他就指了指老人平时坐的大石头，上面铺着一个草垫子。师傅掀开草垫子，发现坚硬的石头上刻了一行小字：
黄粱有未熟，一梦到花须。他师傅就叹息说，果然是神仙啊，然后就拉着他对着石头叩拜，说这也是难得的机缘。他后来知道了那个老人的身份，也是震惊不已。不过他后面再去种菜，就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老人了。他后来问了许多人，说好多人都遇到过这种事情，只是形象不同，有人遇到的是一个邋遢道人，有人遇到的是一个流浪汉，还有人遇到的是一个青衣书生。这也是青城山的神迹之一吧。蒙先生点点头，想着自己遇到的老人应该也是这种世外高人。他记得老人说过结幡的时候要去罗天大教看看，赶紧问了问结幡的时间，当天就赶了过去。在会场外面，他就听几个人说话，一个人说还真是神了，这几天还真没下雨。另一个人说是啊，按说这些天雨季还没过，天气预报也说梅雨愣是没下下来。第三个人就说这不是求了祖师爷保佑吗？求老人家保佑这几天不要下雨，先把法事做完再说嘛。蒙先生心里想想，当时那个老头骂骂咧咧，说看灶台的不听话老下雨，莫非这个看灶台的指的是灶王爷，也就是分管一方的土地神？他暗暗吃惊，想着那老头的身份也太惊人了。正想着法会开始接幡了，这个接幡是做罗天大教时特别重要的一个仪式，大概就是用一条1丈长的黄布，上面书写了圣号等，用一根长杆子吊在天上，黄布的布脚下是5缕红布条，每个布条下用铜钱结一个小球，象征5雷。这个悬挂在空中的黄布就叫幡。那么这个幡要怎么结呢？这个需要在场的高工行法，使幡脚的5缕飘带自结云转，这个云转组成的图案每天都会有变化。最后等法事结束后谢幡，最后分析所有出现的图案来看法会是否圆满，是否请来了诸天神圣。所以这个结幡可以说是整个仪式里最重要的一步了。蒙先生心想，那个老头子让自己来看结幡，这要看什么呢？结幡有很多仪式，像请神祷告、敬香念咒，都是常规做法，最重要的还是礼仪结束。黄幡升天那一刻，据说那一刻就有一些预兆。蒙先生说，当时黄幡升天那一刻，大家都很紧张，毕竟是戊戌年嘛，多灾多难的年份，大家都怕出事嘛，万一上面突然一个雷劈下来，或者一阵狂风给旗杆吹断了，这种大凶之兆，谁能承受得了啊？所以大家都屏住了呼吸，一起往天上看。他说当时出现了2个神迹，第一个就是原本灰蒙蒙的天空突然像是变亮了，感觉黄幡上空那一块天空都变得清澈无比，有种碧空如洗那种感觉。接着更神秘的事情发生了，原本杏黄色的黄幡突然光芒万丈，往外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就像是有什么神力注入了一样，金碧辉煌，闪闪生辉。然后下面悬挂的5根布条无风自动开始自动缠绕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图案。蒙先生说当时在场的有几百人，大家都目睹了这种神迹产生。他说自己虽然是修行的，但是只是一些粗浅的推算法则，自己也怀疑过这世上有没有神仙修行，到底能不能成功。但是在那一刻让他坚定了修行的决心。我就问他那4结的图案是什么意思，他说垂丝千指，意在深潭里够3寸，此何不道？大家就笑说掉进江波金鳞始玉。我也笑，假装听明白了，心里恨恨地想，老子今晚要吃全牛宴，饿死你们这帮故弄玄虚的老头子。这几天来了一个苦修的道长，跟我聊了几天，他这种苦修道人还是很少见的，就是经常去山洞闭关，一闭关就是几个月，只喝一点水，吃一点儿干粮那种。他去外地基本上都是徒步，一口气走好几个月，睡桥洞办乞讨，赚到的钱基本上随手捐给道观寺院穷苦人，在现在这个时代的确很少见了。他在我这里住了2天，我们聊了许多比较深层的东西，关于修行者的世界，关于修行本身，也给我解答了许多疑惑。在这里也感谢他一下，过几天会讲讲他的故事。